俄罗斯国防部称，英国皇家海军官员参与了此前针对北溪管道的恐怖袭击的策划和实施。俄罗斯早前已将北溪管道爆炸列为国际恐怖主义事件。Британски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по имеющейся информаци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данного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ВМС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принимали участие в планировании, обеспечении и реализации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го акта в Балтийском море 26 сентября сего года по подрыву газопроводов «Северный поток-1» и «Северный поток-2». 英国国防部则在第一时间否认相关指控，称这是最新编造的故事，并反过来指责俄罗斯想借大规模传播虚假指控来转移外界对他们在俄乌冲突中表现的注意力。今年9月末，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北溪1和北溪2管道，位于瑞典和丹麦附近海域的部分出现4处泄漏点。各方普遍认为这一事件系蓄意破坏，英美媒体都暗示是俄罗斯进行了破坏。瑞典、丹麦和德国分别展开调查，其中瑞典在14号曾表示，该国目前掌握的调查结果内容非常敏感，直接关联国家安全，无法与其他欧盟国家分享。俄罗斯方面表示，调查过程没有本国专家参与，这将使欧洲国家的代表能够随便说是俄罗斯的过错，将调查结果改编成对西方有利的版本。俄方也宣布要单独调查北溪管道爆炸事件。不过，有分析认为，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即使俄方掌握了确切证据，证明是英国海军专家参与策划实施了对北溪的破坏，也很难从伦敦那里拿到赔偿。但先发制人的提出指控，总能在舆论场上占据一些主动权。我是觉得说几率不大，可是反过来呢，如果说是英国跟美国合作，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个几率可能还比较大一点。由于舰船遭袭，俄方从当天起无限期暂停参与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事宜。俄外交部的声明指出，俄罗斯方面无法保证参与黑海粮食交易的民用船只的安全，从即日起无限期暂停实施这一项目。俄方还请求联合国安理会于10月31号就这一问题召开会议。针对俄方的声明，美国总统拜登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表示，俄罗斯暂停参与粮食协议的决定令人气愤，他认为这将加剧饥饿。拜登称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9号晚间例行的全国讲话中则表示，这意味着有200多万吨食品被困在海上。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故意进行封锁，目的是让非洲和亚洲再次面临大规模饥荒的威胁。乌克兰基础设施部也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自8月1号第一艘运粮船离开乌克兰敖德萨港以来，乌克兰已经成功出口了900多万吨粮食。乌克兰准备继续及时运送农产品，以确保全球粮食安全。值得一提的是，在宣布暂停黑海粮食外运协议的同一天，俄农业部长德米特里·帕特鲁舍夫表示，俄罗斯准备近4个月无偿向最贫困国家运送50万吨粮食，并完全替代乌克兰粮食，以可以接受的价格向所有感兴趣的国家供应。是因为这个乌克兰它可能在很多地方呢，就使得俄罗斯现在可能在这个问题上面会有重新的考量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总是在战争当中一种拉锯啊，意思就是说一下子一方被谴责，一下另外一方又被谴责了。那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我倒觉得说还很难逆料，说到底将来会演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7月22号，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土耳其和联合国的支持和撮合下，同意恢复通过黑海港口的粮食出口。该协议原定于11月19号到期，联合国近期一直在推动延长该协议的有效期。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俄罗斯国防部首次认定北溪输气管道被炸有英国人参与策划，您怎么看？主持人好。在俄罗斯黑海舰队遭受无人机攻击以后呢，俄罗斯国防部说，乌克兰对黑海舰队实施的恐怖行为是在这个英国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策划和准备的。同时呢，进一步的点名英国，指责英国人参与了9月对北溪1号和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爆炸事件，导致呢这2条管道无法运营。俄罗斯此前呢只说北约国家参与了北溪爆炸事件，但是呢没有点出具体的国家名称。不过呢，包括西方媒体在内都把英美呢列为怀疑对象。现在这个俄罗斯指名道姓说是英国皇家海军干的，但是呢也没有拿出具体的证据，或者呢是不便于提供证据。而英国方面呢也加以否认，说俄罗斯国防部正在兜售
规模宏大的虚假说辞。所以说呀，现在还不能够确认引爆北溪输气管道的就是英国。不过呢，有2条信息是值得关注的。一是前不久，瑞典和丹麦在北溪这个管道爆炸海域进行了调查，确认呢是人为破坏、蓄意爆炸，但是呢都没有公布结果，说呢这个内容呀非常的敏感，直接关联国家的安全，无法与欧盟国家分享。这似乎暗示呢，这破坏者可能是北约国家。二是今天呢，英国媒体揭露，这个英国前首相特拉斯呢在担任外交大臣期间呢，这手机啊曾经遭到俄罗斯特工长达1年的窃听。今年夏天呢，才发现英国外长和其他西方国家外长对乌克兰危机呢进行了高度敏感的讨论，包括关于武器运输的详细计划，可能呢都被俄罗斯斩获。特拉斯呢用了10多年的手机号呢，也不得不马上停运，导致呀好多外国同行和本国政要一时间呢联系不上他。这呢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就是俄罗斯对英国的外交机密还是知道很多，就不排除呢特拉斯此前讨论过北溪输气管道的情报，结果呢被俄方截获了。这呢也就意味着不能够确认北溪管道呢是英国特工炸的，但是呢也不排除英国特工就没干这事。总之呢，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可能呢会让人加重对英国引爆北溪的怀疑程度，同样呢也不排除这是俄方的舆论战法。